数年，一个从诞生起人生就开始倒计时的少年。あなたはこれまで死んでもいいと思って戦ってきた。だからダメージを一切顧みようとしなかった。死ぬ気で戦うことと、死んでもいいと思って戦うことは全く違うことよ。生きるために戦いなさい。たとえ明日がなくても。生きるために。凭借在夕阳下的怒吼，让他的人生彻底发生改变。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千树莲的故事人生。千树莲诞生于普罗米修斯计划，一项旨在创造优质因子的培育计划。然而这个计划有着致命的缺陷，它无法阻止细胞的恶性死亡。这意味着这些被精心培育的生命到18岁时会无可避免的逝去。而出现这种症状的就是千树莲。为了延续生命，需要依赖一种名为拉斐尔的特效药物。就在药物还在感知的过程中，千树莲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一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地方，无人知晓他的身份，也无人知晓他生命的倒计时。而在此之前，他认识了一个和他同样向往自由的伙伴泽优。鳥は自由でいい。飛ばなければ餌も取れないし、渡りもできない。飛ばなきゃ生きられないから、飛んでるだけだ。そう。鳥は別に自由なんかじゃねえの。ただ飛んでるだけの鳥の中に、勝手に自由を見てる。自分が自由になりたいから。于是在一个夜晚，莲产生了外出看海的想法，并逃离这里。但泽优知道这次外出的结果，可能他们还没走到海边就被带回，所以他没有勇气踏出这一步。而后来当莲被带回来时，他没有责怪泽优，反而拿出了一枚贝壳，证明他走到了海边。之后就逃离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生活。他觉得与其躺在那里等待永远不可能降临的天使，不如让自己剩下的不多的活着的时间有意义的度过。他认为自己还能再做点什么。而也就是这个想法，让他在阴差阳错之下成为了奈克瑟斯的势能者。他将这份力量当成一种礼物，当做一种恩赐，因为他终于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为别人也为自己做点什么。来到陌生的城市中后，他选择在游乐园的一家快乐屋打工，每天接触的都是来寻求快乐的人们。而他的梦想也很简单，他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通过努力看到更多笑容。他很阳光，即便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他的笑容也永远挂在脸上。而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变化的是顾门一辉的出现。作为被准哥认可的后辈，如今再次成为另一位势能者的伙伴。他凭借千树莲的伤势，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在承诺帮他保密后，他们就成为了朋友。后来在泽优的解释下，他了解到莲的身世。千树莲是依靠普罗米修斯计划出生的孩子，他没有父母和亲人。真正像一束光一样照进莲生活的是 TLT 成员瑞森的出现。他的任务本该是调查千树莲，将所有情况向上级汇报。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任务中，逐渐撞进了这个充满阳光、心思单纯的男孩心中。而莲自己也已经察觉到了这一切，但他并没有阻止，反而是主动靠近他，用真诚慢慢将他打动。为了让他能够经常来，他不介意瑞森向上级汇报，因为这样他又可以多一个朋友。久而久之，瑞森被他的阳光开朗所感染，从此以后他们的心中就慢慢产生了一种爱意。而作为新一代势能者的他，每次战斗都毫无保留，从不防御也不躲避。更令人心酸的是，他不会像准哥那样利用石之一疗伤，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本就不值得一提，疗伤只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所以莲和瑞森的感情既是纯洁的，也是残酷的。他们的感情可能会被随时抹去记忆，也可能在莲的生命走到尽头时陷入无尽的痛苦。也正是这些因素，让他们始终没有进一步发展，而是以好朋友的身份互相陪伴在对方身边。真正让他们互相表达爱意的是一个陌生女孩的出现，她是 TLT 管理人员松永的女儿叶月。本是不满父亲常年埋头工作，却在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男孩的照片。他很好奇父亲关注的这个男孩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于是他就根据资料找到了千树莲的打工地点，很直白地邀请他一起约会。从他们的交谈中也很容易就能看出，叶月接近莲只是想通过他和父亲走得更近一些。在交谈的过程中，叶月也很细腻地察觉到莲的感情，他知道莲早已经心有所属，但莲自己并不想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让对方伤心，所以将这份感情藏在心中，但还是在叶月的追问下将心事说了出来。いるよ、好きな子。その子は何をするにも真剣で、ちょっとドジ。でも、何より好きなのは、その子の目はいつも世界をまっすぐ見つめてるんだ。于是叶月就成了莲和瑞森的月老。他在开导莲的同时，找到了躲在一旁的瑞森。此时两人心中的感情早已经不言而喻。后来顾门在和队友的调查中发现，能够完全治愈莲的特效药已经停止研发，这就意味着莲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当异圣兽再次降临时，莲还是想在最后的时间里完成战斗，因为他希望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做自己还能做的事。而在一旁的瑞森也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监视的人就是守护地球的蓝色巨人。尽管莲在战斗中使出全力，但自己的身体早已经达到极限，在他解除变身之后，几乎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而更为残忍的是，得知真相的管理者松永不仅没有救助千树莲，反而还想在他死之前解析出巨人的秘密。因此，刚刚才经历了苦战的莲被带走，就像当初的准哥一样被带到实验室，经历着和准哥一样毫无人性的实验。但是这一次，顾门在瑞森的帮助下得知莲的遭遇，他无法再忍受组织的所作所为，他和队友一起请求队长前往实验室拯救莲。在突破重围后，终于找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莲，随后将他带到树林中。顾门最终也向瑞森说出莲的状况，或许是看到了这群伙伴的真心，莲自己也说出了他隐藏许久的秘密。俺は耐え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ただ人を心配させて悲しませてできるあてのないラファエルを待ってる。それだけで俺の時間は終わっていく。それが耐えられなかった。他知道自己没剩多少时间了，所以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这份力量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孩子可以继续天真无邪的陪在家人身边，守护他们的笑容。俺はまだ戦える。戦ってれば死ぬことなんて忘れていられる。俺はまだ戦える。而这时异圣兽再次出现，当莲准备继续战斗时，副队长说出了莲一直以来舍弃自我的战斗方式。原来自从蓝色巨人出现以后，他就一直在观察，甚至还在战斗中用自己的方式提醒过他。他更希望莲为了明天而战斗，即便可能没有明天。变身之后，他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式，退可守，进可攻，将奈克瑟斯的机动性完美体现。即便在另外一只异圣兽出现时，也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将两只异圣兽一一击败。但这也只是给了他们稍作喘息的机会，因为在黑暗领域中还有着巨兽蓄势待发。莲认为这一战可能就迎来他生命的尽头，所以想尽可能消除他和瑞森的记忆。因为当初在和沟吕木的对战中，他看到了细条脸上的泪水和痛苦，也正是这一幕让他明白，留下来的那一个才是最痛苦的。所以他内心下定了决心，他偷偷拿走了瑞森能够消除记忆的手机，就是为了让他能将自己彻底忘记。但瑞森的反应也很快，最终在一番争夺中，瑞森抢下手机，他声嘶力竭的呐喊：全部忘れろっていうの？蓮のこと、顔も名前も、蓮がこの世にいたってことも、みんな忘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冗談じゃないわよ！一緒にいた時間がどんだけ大事か、どうしてわからないの？因为他并不想忘记莲，而瑞森的真心最终打动了莲，他紧紧抱住这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可是当异圣兽再次来袭时，泽优传来信息，能够完全治愈莲的特效药已经在普罗米修斯团队的努力下感知研发出来。摆在莲面前的是两个艰难的选择，一边是自己一直以来守护的人们，一边是自己能唯一活下去的希望。他深知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退缩，那么之前的努力将会毁于一旦，所以他最终坚持选择获得这份力量时的初衷，在走到生命尽头之前做他能做的事，这就是千树莲。但异圣兽的强大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千树莲很快就在猛烈的攻势下被打倒在地，似乎已经败势已定。这时泽又拿出了莲之前送给他的贝壳。蓮、光を信じろ。光は人に受け継がれる希望。俺は戦う。俺は生きる。生きてこの光をつなぐ。最终他用顽强的意志重新站起来，用独属于他的技能将异圣兽彻底击败。莲将这份光的羁绊和传承体现到了极致，作为侍能者的莲完成了他的使命。名前なんて言うの？ねえねえ名前は？俺千住蓮ね。ここ来るの初めて？水尾。在他生命结束之前，紧急送往了医院治疗。拥有致命缺陷的他最终活了下来。千树莲的光虽然短暂，但却是奈克瑟斯历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最初的他主动选择这份力量，他走出命运的囚笼，不是为了等死，而是为了找到人生的意义。顾门的陪伴和瑞森的坚守，以及最后泽优的守护，他们用真诚让一群原本各自冰冷的人聚在一起变得温暖，让他在温暖中选择活下去，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有了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千树莲用有限的生命燃尽成无限的光，完成了羁绊和光的传承。